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山田悟医生所著的《无需运动血糖也能迅速下降的饮食大全》这本书。目前在日本，据估计，糖尿病患者及其高风险人群约有2000万人。如果再加上餐后血糖升高的人数，这一数字将会更高。如果不控制餐后高血糖，不仅会导致肥胖、糖尿病、高血压、脂质异常等生活习惯病，还可能诱发癌症、心脏病、中风等致命疾病。那么，是否有办法摆脱高血糖，重获健康的身体呢？答案就在本书所介绍的降低血糖的饮食方法中。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甜点可以吃，吃到饱也没问题，惊人的低碳饮食法；第二，蛋白质对肾脏有害是完全的误解；第三，营养成分表中的关键点，降低血糖的饮食小窍门。那么，首先来说一下结论，只需将每餐的糖分摄取量控制在20至40克，零食或甜点的糖分一天不超过10克，一日总糖分摄取量控制在70至130克之间，这样就能降低血糖。而肉、鱼、鸡蛋、奶酪和蔬菜等可以尽情享用，不用担心吃不饱。这样简单的饮食方法，真的可以降低血糖吗？如果您对此存疑，不妨继续观看这个视频。首先是第一部分，甜点可以吃，吃到饱也没问题，惊人的低碳饮食法。如前所述，只要控制糖分的摄入，其他营养素无论摄入多少，血糖都能迅速稳定下来。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讲，提升血糖的只有糖分。血糖是指血液中糖的浓度，而血糖的主要成分是葡萄糖，它是由白米和面包等含淀粉的食物分解而来。食物中的糖分在胃和肠内被分解吸收，通过肝脏进入血液，这就是血糖。即便是健康的人，餐后血液中的葡萄糖也会1度增加，血糖水平会短暂上升，但在正常情况下，血糖会迅速被肌肉、脂肪和内脏等细胞吸收，逐渐恢复到平常水平。为什么会出现高血糖呢？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餐后未被吸收的葡萄糖残留在血液中。如果控制摄入的糖分，甚至不用药物，血糖就可以下降并趋于稳定。有些人可能会想，那我干脆不摄取糖分就好了。理论上，确实如果不摄取糖分，血糖自然不会升高。然而，你能接受一生不吃米饭、拉面、意面，甚至不碰水果和美味甜品吗？大多数人难以坚持严格的低糖饮食。此外，不摄入糖分也有弊端。许多含糖的食物同时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如果完全避免糖分，膳食纤维的摄入也会显著减少。而膳食纤维对我们来说是必须的营养素，因此，作者提出了一种适度的低糖饮食、低碳饮食法。这种方法可以在享受美食的同时，确保摄入足够的营养，同时降低血糖，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饮食方法。具体的低碳饮食法是将每日3餐的糖分摄入量控制在20至40克之间，零食等甜点的糖分摄入量控制在10克以下，使每日总糖分摄取量保持在70至130克以内。这种饮食法的第一个优点是，只要注意糖分的摄入，就可以吃到饱。蛋白质和膳食纤维无论摄入多少都没问题，不必担心卡路里，甚至无需在意蛋白质和脂质的比例。此外，不是完全杜绝糖分，而是每餐可以摄入20至40克的糖分，这也是低碳饮食法的一个优点。作为一名医生，作者在指导患者时会告诉他们可以吃到饱，这与大脑的饱腹中枢有关。研究表明，蛋白质和脂肪的摄入会促进消化道激素的分泌，容易刺激饱腹中枢。也就是说，蛋白质和脂肪是不会轻易让人吃过量的，人体自然有这种调节机制。然而，糖分则会扰乱大脑的饱腹中枢，有时我们已经吃得很饱，但看到甜点还是忍不住想吃。所谓的另一个胃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因为糖分让饱腹中枢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通过限制糖分的摄入，可以避免这种饱腹中枢的失常，因此可以尽情地吃到饱。此外，正如前面提到的，在低碳饮食法中无需担心热量的摄入。作者明确指出，热量限制是一种难以长期坚持的饮食方式，即使暂时减少了热量，大多数人最终都会反弹。而任何饮食方式的关键在于能够满足饱腹感。更进一步来说，实际上热量限制与血糖值无关。有研究表明，尽管热量限制可能会改善肥胖状况，但并不能有效控制血糖。因此，热量限制不仅对血糖无益，反而可能导致营养不足。可以说，缺点大于优点。了解了低碳饮食法的概况后，我们来看一看应摄取的糖分量。正如前面提到的，低碳饮食的糖分摄入规则为每餐20至40克，一天总计70至130克。这一数值是基于什么原理呢？糖分确实是重要的能量来源，但大多数细胞不仅依赖糖分，也可以利用脂肪来获取能量。实际上，唯一只能依赖糖分作为能量来源的细胞，仅有红血球和大脑。红血球和大脑每天所需的糖分量约为130克，这个量不受体型、性别或运动量的影响。此外，每餐糖分摄入不超过40克，是为了避免餐后高血糖的出现。餐后反复出现高血糖，不仅会使血糖水平进一步升高，还会增加糖尿病和动脉硬化的风险。因此，摄入量不仅需要上限，也需要下限。低碳饮食不完全禁止糖分摄入的原因在于，维持一定的糖分摄入量可以避免身体进入饥饿模式。如果一天的糖分摄入低于50克，肝脏会通过分解皮下脂肪产生一种称为酮体的物质。酮体本身是一种极佳的能量来源，可供几乎所有细胞，包括大脑使用。然而，极少数人先天存在酮体代谢障碍，当进入饥饿状态时，可能会因高酮血症而出现意识障碍的风险。为防范此类风险，低碳饮食建议每天的糖分摄入量不要低于70克。接下来是第二部分，蛋白质对肾脏有害是完全的误解。在这部分内容中，我们将探讨除糖类以外的营养素，如脂肪、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在低碳饮食中，蛋白质和脂肪可以尽情享用，甚至鼓励吃到满足为止。那么，摄入过多脂肪真的没有问题吗？从结论来看，脂肪摄入多少都没关系。事实上，本书建议应大量摄入脂肪。为什么呢？很多人认为过多摄入脂肪会导致血液中油脂增加，引发脂质异常症，或导致动脉硬化。然而，这种观念已被科学证实是错误的。2015年，美国修订了饮食摄入标准，明确指出，限制脂肪摄入并不能预防心脏病和肥胖，因此无需限制脂肪摄入。现代研究表明，限制脂肪摄入不仅对心脏病和肥胖无益，甚至也无法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率。相反，摄入脂肪有助于降低中性脂肪的水平。血液中的脂肪如胆固醇和中性脂肪，主要在肝脏中合成。当通过饮食摄入大量脂肪时，肝脏的脂肪合成活动会停止，因此不易增加中性脂肪。相反，脂肪摄入量少时，中性脂肪的合成则会更加活跃，因此摄入脂肪越多，对身体越有益。接下来是蛋白质，虽然蛋白质较少，被视为有害物质，但仍存在一些迷信，认为摄入过多蛋白质对肾脏有害。这种说法其实是都市传说。目前已被科学证明，蛋白质摄入对肾脏没有任何负面影响。真正的问题反而是日本人蛋白质摄入量过低。自2000年代起，日本人蛋白质摄入量显著减少，目前已降至1950年代的水平，和战后食物匮乏的时期相当。年轻时蛋白质不足，老年时骨骼弱化，缺乏足够的肌肉支撑，易导致骨折及卧床不起的风险。因此，如今日本人应大量摄入蛋白质以补充不足。然后是膳食纤维。提到膳食纤维，
人们通常会想到蔬菜。低碳饮食中，除含大量淀粉的土豆、玉米等之外，其他绿黄色蔬菜可以任意食用。蔬菜不仅富含膳食纤维，被称为第6类营养素，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和矿物质。2014年，法国研究团队发现膳食纤维对肝脏有益，能够抑制血糖水平上升。还有研究表明，膳食纤维在细胞吸收血糖时会对脂肪细胞产生屏障效果，从而优先将血糖输送至肌肉细胞。膳食纤维在降低血糖方面非常有效，但日本人的膳食纤维摄入量依然偏低。根据厚生劳动省的标准，男性每日膳食纤维摄入目标为21克以上，女性为18克以上，但实际平均摄入量仅为14.5克。在低碳水化合物饮食中，通过减少白米等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可以增加蔬菜的摄入。对于那些习惯性缺乏蔬菜的人，不妨趁此机会多吃一盘沙拉。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脂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各自好处，但同时摄入这3种营养素也带来复合的益处。实际上，通过减少碳水化合物并增加脂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摄入，可以进一步抑制血糖水平的上升。下面介绍一项研究结果。该研究将膳食方式分为4种类型，并测量了餐后血糖水平：1仅白米，2白米加豆腐和煮鸡蛋，3白米加豆腐、煮鸡蛋和蛋黄酱，4白米加豆腐、煮鸡蛋、蛋黄酱以及菠菜和西兰花。实验结果显示，餐后血糖值从高到低依次为1、2、3、4。究其原因，第一种情况只有白米，即仅有碳水化合物；第二种情况添加了豆腐和煮鸡蛋，即碳水化合物加蛋白质的组合；第三种情况则进一步添加了蛋黄酱作为脂质来源；第四种情况则包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质和膳食纤维的全面组合。由此可以看出，同时摄入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质和膳食纤维是降低餐后血糖的最佳饮食方式。此外，先食用蛋白质或膳食纤维，再食用白米等碳水化合物，效果也更好。蛋白质和脂质的摄入会刺激消化道分泌一种叫做胰高血糖素样态的激素，胰高血糖素样态能促进胰岛素分泌，帮助血糖更快地被细胞吸收。因此，蛋白质和脂质的摄入可以提前为血糖的吸收做好准备。另一方面，膳食纤维在进入肠道后，会在肠道菌群的作用下转化为短链脂肪酸，这种物质能有效抑制血糖水平的上升。因此，先食用配菜，在吃主食可以在碳水化合物进入体内时就已完成降低血糖的准备。所谓血糖尖峰，是指餐后血糖迅速上升，然后反向急剧下降的现象。血糖尖峰会引发过量胰岛素的分泌，类似于急刹车的车辆，对身体造成损害。血糖尖峰不仅会导致糖尿病，还会引发氧化应激，进而增加动脉硬化的风险。因此，在低碳水化合物饮食中，先摄入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可以提前做好应对血糖的准备，帮助防止血糖尖峰。这正是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的一个重要优势。接下来是第3部分，营养成分表中的关键点，降低血糖的饮食小窍门。到目前为止，你应该已经明白了通过低碳水饮食法来自然降低血糖值的方法。正如我们多次提到的，在低碳水饮食中，只要不是碳水化合物，肉类、鱼类、鸡蛋和蔬菜都可以尽情享用。那么具体来说，什么样的饮食算作低碳水饮食呢？本书将为您简述低碳水饮食的具体内容，并提供一些长期坚持的方法和技巧。实际上，低碳水饮食的具体内容会因人而异，因为低碳水饮食的规则仅限于第1部分提到的适度减少碳水化合物，而对于其他营养素，则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自由选择和食用。低碳水饮食成功的关键是不要试图彻底改变原有的饮食习惯。例如，如果某人习惯于晚餐吃炸鸡套餐，可以适当减少米饭量，增加炸鸡的量，
或加1道小菜。如此一来，不需要太大改变，只需稍微调整平衡即可。成功的低碳水饮食的秘诀在于不要忍耐。任何饮食法，如果需要过多忍耐，都难以长期坚持下去。低碳水饮食菜单示例：示例1：猪五花、葱、香菇和萝卜豆苗火锅，搭配柠檬醋调味。日本清酒。在此例中，猪五花肉可以选择脂肪较多的部位，通过脂肪摄入较多的卡路里，从而达到饱腹感。如果不吃主食，则可以适量饮用富含碳水的清酒。如果不喝酒的人，可以选择在餐后享用些甜点。示例2：有机蔬菜韩式汤、煮鸡翅、带煎鱼的沙拉、黄瓜葱沙拉、葡萄和啤酒。这份餐食富含蛋白质，包括牛筋、鸡肉和煎鱼。由于主食减少，餐后可享用水果。在调味时，使用韩式辣酱等酱料时需注意，这些酱料中含有较高的糖分，选择低糖啤酒会更合适。这些菜单不仅美味，而且有助于降低血糖，足够简易可行，使人乐于坚持。注意糖分高的食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需要留意的高糖食材。众所周知，米饭、小麦粉如面包、乌冬面、意大利面等中糖含量较高。这些主食以外的食材中，红薯、土豆等薯类，以及红豆、扁豆等豆类也含有较多糖分。不过，大豆作为植物肉的代表，其糖分含量较低，富含蛋白质和异黄酮等有益成分，因此建议在低碳水饮食中积极摄取。此外，南瓜、玉米和莲藕等蔬菜中也含有大量糖分，应适量食用。水果中，建议限制摄入除牛油果、橄榄和椰子之外的种类，尤其是草莓、橘子、苹果和葡萄等甜度较高的水果。此外，粉丝和葛粉等以薯类为原料的食材糖分也较高，但魔芋因糖分低，则可放心食用。蘑菇类、鱼贝类、肉类、蛋类和油脂类都可以适量摄入，但在乳制品中要避免浓缩奶，因为其糖分较高。通过科学选择食材和搭配，低碳水饮食可以在不影响口感和满足感的情况下，有效帮助您管理血糖并实现健康饮食。除浓缩牛奶外，其他乳制品如奶酪和黄油可以任意食用，不需要完全避免含糖量较高的食材，只需稍微控制即可。每餐糖质摄入量不超过40克呢。就像刚才提到的，韩式辣酱含有较高的糖分一样，调味料和配菜中也往往意外的含有较多的糖分。因此，一餐的糖质摄入量应控制在20克到30克之间。如果一餐的糖质量是20克到30克，那么例如白米饭大约是半碗，切片面包是8片切片中的1片，意大利面或乌冬面大约是正常分量的半份。对于那些习惯加大米饭或意大利面分量的人来说，可能会觉得这样的量很少，但可以通过增加蔬菜等其他食材来弥补减少的主食分量。饮食习惯最终是通过逐渐适应而改变的，因此不必急于求成，可以慢慢减少主食的量。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加工食品的糖质含量。通过查看营养成分表，可以确认食品中糖质的含量。那些有减肥经验的人可能会习惯性地关注成分表中的热量及卡路里，但正如第一部分所述，控制卡路里对血糖水平并无太大影响。关键是要关注的是碳水化合物，而不是卡路里。如今一些产品会将碳水化合物分为糖质和膳食纤维，这时应该特别关注糖质部分。如果产品没有明确分开，而只标明碳水化合物，那么可以假定碳水化合物大致等同于糖质。当您关注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时，您可能会惊讶地发现，过去被认为是高卡路里的食品，如巧克力、冰淇淋、泡芙等零食，其碳水化合物含量并不算高，而相反，一些低卡路里的产品却可能含有惊人的高糖分。尽管科学早已证明，卡路里限制并无必要，但市场上仍然充斥着低卡路里食品的宣传。
因此，大家要学会独立查看食品的营养成分表，特别是碳水化合物部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成分表上的标示标准。营养成分表中通常会标明是每100克、每袋或每个的含量。若对这些标准的理解有误，可能会误以为糖质含量很低，从而摄入过量的糖质。因此，必须小心查看并确认成分表中的信息。通过养成正确的食品阅读习惯，您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糖质摄入，确保在享受美食的同时，维持健康的饮食习惯。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